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要来特别针对这一场中日的这个争议持续的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持续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看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句"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疯狂挑衅之后，中国大陆这一回不忍了，从几个面向来做着手反制。首先，我们今天关心到经济面，他下了重手，陆客3天就直接取消掉了49万张的机票。那么根据了解8兆金恐怕未来如果没有人来日本玩的话，那么8兆金来自于大陆的就会完全的断崖式蒸发了。日本经济这回真的惨了吗？第二招是外交冷宫的杀招，李强这时候拒见高官来自于日本所以他们急着奔到北京去赔罪。日本接下来能够拿什么来换回中国大陆停手制裁呢？最后来关心，不只是中国大陆针对日本做的制裁，这一回包括了韩国、俄罗斯3方也同时拉远了和日本之间的距离，让日本的外交突然间完全陷入在孤立当中吗？高市他的右倾操作是否反把日本推进了外交孤立的深渊当中呢？今天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持续关心，在高市说了这一句有争议的话之后，现在大陆也不忍了，直接祭出杀招反制，恐怕让经济本来就已经失落30年的日本再陷入万丈深渊里面去。这一回今天的特别报道30分钟，我们会从中国大陆的杀招，包括了经济、外交、军事3把刀同时落下，刀刀往日本的要害砍，来做一个特别的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在经济上面的血洗，刚刚特别提到了，从15号到17号这3天，在观光上对于日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49万张的中国飞往日本的机票完全被取消掉了，占他们的总量将近是超过30%的取消量，预定会是预定的27倍左右。其实中国大陆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旅客，因为光是截至9月份，我们就可以看到旅客数达到922万的人次，人均消费其实也不错，23万的日元，总额达到8.8兆。如果中国真的这一回都不愿意去日本旅游的话，这8.8兆的经济的这个弥补的缺口该怎么样补上呢？持续关心，包括了在观光类股的方面也受到了重挫，而且是集体的暴跌的。先来看到百货龙头3月合一式单暴跌幅度超过12%，资生堂股价一口气暴跌11%，其他像是无印良品、东京迪士尼还有唐吉诃德的股价也全面都一起重挫。这时候专家做出预估了，如果大陆持续的抵制的话，将使日本的实质 GDP 下滑幅度高达0.36%，而不只是在经济上面的这个处理，中国还针对了日本的相关的软实力、文化。他们的电影的输出做了限制，包括《鬼灭之刃》票房在高市发表争议的言论之后，迅速的下滑。其他日本的电影，像是《蜡笔小新》，还有其他的这个《鬼灭之刃》等等，现在都说会持续的直接被暂缓上映。节目一开始要来请教尚志哥怎么看的？到底日本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有多深？少了陆客，日本经济会崩跌到什么程度？中国下一招还有哪一些具致命性杀招的经济手段？我们首先参考数字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个经贸状况。那所谓日本呢，其实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进出口的依赖程度大概25%左右，而中国对于日本的进出口大概只占5%而已。所以谁比谁更需要谁呢？其实很明显的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对于日本的市场，无论进出口来讲，也不是说可有可无啦。但相较日本25%这个数字，还不是可以说是还是比较保守估计。而且在这个对于占日本的进出口25%当中，我们不得不说啦，在它的比例里头，作为所谓的原先的制造业、工业或相关的这些非软实力、非这种所谓的观光财啦，或包括农产品这些比重还是超过70%哦。那所以这个数字来讲，虽然这个占比现在我们看到刚刚其实思敏介绍了这些那么多样的东西，但终究它的差别在哪里，在感受。我想首先第一个感受其实就股价。
股市的部分，在这一波这个股市，按照道理，包括像 Uniqlo， 我想台湾很多的民众都很熟悉的，这一次这个暴跌，基本上是除了过去经济这个跌宕很大，因为 Uniqlo 作为全世界的市场发展非常稳定，包括今年它在美国也有很大新的这个攻破，所以这个部分的股价的变动，完全就是中国的部分的因素。而这个当中体现的就是在哪个呢？首先就2笔钱，中国大陆不让它轻易赚了。一个就是刚刚讲观光，包括像留学，因为已经出了警戒，而且这个警戒当中，这个警示之后呢，不是只是一个警告而已哦，其实整个配套的退票、订票的，还有包括特别是旅游，甚至不卖日本的旅游的产品，这个影响性真的是很深远的，而且看起来是这个是蓄意为之，所以这个是什么？就不让你在日本里面的日本人赚中国光客的钱。除此之外，刚刚讲《鬼灭之刃》，大家不要小看哦，像我们都是《鬼灭之刃》这个卡通的支持者，《鬼灭之刃》只上一部在中国大陆的票房是超过7亿人民币的，所以单一部这个电影，特别是卡通动漫这几年表现非常非常的好。动辄都是7亿，甚至有超过10亿人民币的票房，所以单这个票房的影响，以及这些软实力的文化，其实对于中日的一些情感或关系，其实是作为2国人民当中或社会当中的比较温和的调润剂。一旦这个部分其实都产生强烈的影响的时候，就表示中国大陆的民间真的很恨日本。所以我们现在除了看，基本上在外交部北京方面，基本上几乎每天都有批评，从事情发生之后，几乎每天。除此之外，我们也要看的部分就民间。当然，民间网络上当中，很多网民都非常的愤慨。我看到最极端的是，他们已经做了电脑动画，解放军攻打日本的电脑动画都做出来了，到这么样的极端。但我们要注意的部分是什么？是中国大陆政府让网络上大家还是这么热，就表示说这个部分的愤慨是一个集体性的东西。那接下来要观察什么呢？我就要观察像水产品。因为先前水产品的部分呢，作为过去福岛事件当中中断非常长的时间，后来在石破茂跟王毅共同的努力之下，好不容易双方打通水产品，才刚刚完成进出口哦，可以到大陆。那如果像这么样的比重很高，对于日本的渔民，包括还有农民其他方面的，一旦如果水产品回过头来又砍断的话，我认为这就表示中国大陆还有继续更多的重手会出，除了我们看到现在这些硬实力跟软实力的这些数字之外。好，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是大陆现在也是跟着民意这个恨日本的情绪不断的在蔓延，所以大陆官方祭出的3大招，刚刚说从经济观光下手，还有留学生做各种的限制之外，恐怕造成日本的经济受到重大的影响。现在第2点，我们要来看到大陆的第2个杀招就是外交了。中国总理李强是直接宣布了，在 G20 里面他拒见高市早苗。中国大陆持续在补一刀，取消大阪领事馆原本要参加的日中的这一场友好活动。日本政府听到这个消息，其实也是吓一跳所以立刻火速派出了他们的外务省高官急奔北京。根据了解，日本是准备要在这一场会谈当中特别的，好像有点替高市说个话。本来他们可能会来强调的是说，高市的发言不代表日本要改变日中联合公报的立场，而日本依旧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样子在外交上面辞令上面的一个改变，就中国会买单吗？那接下来日本可能还会端出什么来赔罪的方案呢？大使有怎么看？这个日本能端出什么不重要，是中国大陆接不接受比较重要。那这次这个日本派外务省的这个亚洲及大洋洲局的局长金井正章赴北京，基本上就是要说明，这说明我们这个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并没有改变日本对这样相关问题的既定立场这个有一点点把这事情看太简单了。那他会去的原因，他自己也讲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希望这个中日之间的风波不要影响到双方人员的正常交往。也就是说，中国大陆限制观光或者说去这个他们这个老百姓去日本留学对日本是造成很大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打击，所以他才去的。所以并不是他真正认为他这句话讲的有什么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金井正章可能他不晓得已经离开没有，因为他可能还在北京吧。那这个周旋我想他可能只能把一些话传回到东京，因为他的层级不够高。
那这件事是首相这个惹的祸啊，那可能要相当高的成绩啊，来做出一个怎么样一个回应。中国大陆现在要求很简单，收回发言，就把你讲的话收回去。那收回发言其实有很多方式啦，你可以再次的再做一个正式的一个宣布，就像1971年的中日的联合公报一样，就是说日本政府了解并尊重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一部分，那可能要再做重申，就等于就把你的前面话把它这样子否定了嘛。那所以就是说，我认为未来的话，中国大陆可能会提出来，就要不然就是说你更高层的外相以上，外相以上的做一个正式的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发言，那么要不是说没有改变，而是要再次重申，台湾在日本这个政策里面的立场啊，因为这次这个高市早苗他这个发言，这个是等于偷渡了2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台湾在日本政府里面，过去从1971年1972年开始，日本不承认台湾为一个国家，因为这个立场，为什么我说他偷渡了？因为他在引用所谓的日本的安保法里面说这个会造成所谓的日本的危机存亡事态。什么叫危机存亡事态？它基本上就是说，它的前提是什么？他说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国家遭到武力攻击，那这个遭到威胁到日本的生存，那它前提是一个国家，对。那他用这一条的话，那就等于日本又承认台湾为国家，所以它是2个概念。另外一个就变成就是说，台湾他认为是一个国家。第二个呢，它会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日本的生命自由、人民的生命自由，所以变成是日本的危机存亡事态。所以解放军就是说，他的自卫队就可以行使自卫集体自卫权。那所以它是2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要说对中国大陆，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不会轻轻放过的。因为这个高市早苗这个挑衅事实上连日本人都觉得他非常的轻率跟危险，相当的危险。所以我认为对于未来的话，可能就变成就是说，要不然你这个外长外相以上的官员，这外相还有这个所谓内阁官房长官。要不然就是你的首相，你做一个正式的发言，那发言的内容的话，你也不必说我收回，可是你就要重申很多日本的立场。另外一个很有可能的就是说，双方再签订一个联合公报，对于这个台湾问题那么日本再做一次承诺。所以如果我觉得这2个基本上，如果日本不能配合的话，那我认为刚刚讲到的这个什么只是人员的往来的这个停止然后几个电影片不能演。这只是小菜，后面还有很多大菜，随便点一个，稀土，对，稀土，那日本拿不到，日本的很多工厂就要停工了。是，好，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外交上面，中国大陆已经对这个日本在尤其外交上面发布了严正的一个警告。没有想到，在中国大陆发出了警告之后，其他几个国家竟然一起跟进，在这个时候也对日本要跟他们关系疏远。他们是包括了南韩跟俄罗斯。我们先来看到南韩怎么说。南韩在这个时候调整了韩日中的这个官号的一个排序，把它调整为韩中日了，也就是说把中国放在日本前面，准备是不是要趁机大赚一笔陆客财，让这个南韩的观光股在这几天突然间大涨了。那另外一方面，本来南韩跟日本之间就有一些的争议，就是空中加油这个事件，所以南韩当时就是直接暂停了跟日本的自卫队联合搜救的演训。韩日关系也瞬间降到了一个冰点。再来看看俄罗斯因为受到这个俄乌战争受到来自于日本的制裁，所以呢，俄罗斯已经宣布了会无限期禁止30名的日本外交官和学者入境到俄罗斯，并且在和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北方四岛进行军演，完全忽视于来自于日本的抗议。整体来看，我们现在看到包括了中国大陆、包括了南韩跟俄罗斯3方同时跟日本拉近距离。高市早苗这种比较右翼的一个操作，是否害了自己，让日本的外交反而陷入在孤立当中？干哥怎么看？其实现在就日本跟大陆之间的，因为这样高市早苗的不当发言，
可是，在国际间也引起很多涟漪，大家就没有注意到。像韩国一向啊，他们在外交实力上，因为我们用中文来讲的话，哈，一定是讲中日韩，对不对？那韩国他们的习惯是叫韩日中，也就提到三方关系的时候，他们是这样摆的。可是现在变成什么？变成比较拗口，叫韩中日了。你知道，就在中文比较拗口，可是，在韩国的话，他们就觉得这样比较顺口了，就中国要摆在日本的前面，因为这个在官方文件或者是你在这个媒体上面，你看到的会觉得说，让韩国人自己本身他们会发现说不对，那个好像状况变了，你知道，把中国提到日本的前面，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最近发生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有一架韩国的特种部队飞行队的一架那个黑鹰直升机啊，它竟然越过了独岛。韩国叫独岛，日本叫主岛。这个岛始终都有争议，为什么？因为这个岛实际上是韩国在控制，但日本一直说那是我的，韩国说那不是你的，那是我的。所以这个岛其实距离两国都分别是160公里左右这样子，然后就说距离两国都是差不多的距离，但是呢，因为韩国先派警卫队上去，之后，只有34个人，那个岛上到现在只有34个人而已。可是为了这个事情，你们韩国的这个直升机怎么可以飞过独岛呢？然后飞过了，还要求跟日本说，在附近的岛屿要求加油。他说这个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所以为了这个事情，老实讲一句，也引起了外交风波。所以光这2件事情，韩国竟然你说有点也是有点可笑，就是说韩国说本来今年的这个月就11月13号到15号，韩国的军乐队要去参加日本海军节的军乐表演，他说那我们也不去了，连军乐表演都不去了，这个只是一种交流。那影响所及，最新的就是日韩两国的海上联合搜救训练。其实这个联合搜救训练在美国主导的 RIMPAC， 也就是环太平洋演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各国参加的都必须要经过海上联合搜救训练，你知道为什么吗？就万一有潜艇沉了，或是海军舰艇沉了的话，那你要怎么在最快的时间把人给救上来？各国都要参加，澳洲啊、纽西兰啊、日本啊，然后还有这个印尼啊等等这些国家都必须要参加这个训练。日本跟韩国已经进行过10次了，20多年来进行过10次，但是最近却停了。你就晓得说，其实韩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事情而造成的这种影响？不一定。可是俄罗斯就很明显了。俄罗斯最近公告30个名单上面有的，不管是日本的大臣学者，还有富士电视、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的记者，不得入境。为什么？那就是报复你日本在北方4岛的争议上面一直都没有对俄罗斯友善。我觉得俄罗斯在这方面又宣布了要在北方4岛进行军演，这我觉得日本在外交上面这段时间真的感觉到很孤独啊。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件。